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又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一个独立品牌啊，Yakuza 的一个系列。它这个系列呢，我因为数量非常少啊，而且后期价格炒的都比较高啊，所以我一直个人认为这是一款怎么说呢，定制级的一个1:6可动人偶。这一款就是编号0102的主线主角西谷大河与结衣啊，这个是真的这种风格的，我称之为潮玩吧，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也非常好奇。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当然，本次的产品依然是由喵老大友情提供。今天我们就来瞧一瞧它。首先，整个的外包装一个木盒。非常有质感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本次的主角的一个木纹的一个勾线上面有一番料理，因为它整个的一个风格就是一个日式料理店的这种感觉。我们先来打开一下，首先它是一个抽拉式的，而且非常紧这种包装挺有质感，很舒服。我们来瞧瞧，展开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会有一张比较厚的背景板我们可以放在展示柜里面，很不错。打开来了以后就是一个防水泡沫，打开，哇哦，很有意思的这一款作品。首先编号一共是我第一开始以为记得是59个，实际上它是55个，应该是这一张小照片很有质感，然后这边2张日式的小卡片然后这一层就可以看到本次的主体2个主体，还有其他的一些配件，包括鞋子刀具然后我们看看是不是还有下一层我摸一下，好像没有，就这一层。然后我们慢慢的我给它拿起来看看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开，来慢慢的给它翘起来，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检查一下。背后就没有了，就只有这么一层东西。配件数量的话呢，还可以，挺丰富的。整个包装我也觉得挺精细的，像这种现在之前市场上我记得有炒到2万多现在是1万多的一款价格。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喜欢的人，特别是潮玩类的一些玩家非常喜欢日式的这种东西，绝对是肯定会下手的，对吧？所以受众人群也是比较小众吧，我个人觉得。OK， 我们现在就把2款主体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元级的这个定制1:6可动人偶究竟感觉如何？好了，我们本次2个主体西谷大河和结衣这2个我们就拿出来了。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来看一下人高马大的西谷大河这个风格说实话虽然说价格确实很贵，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特别是它这一身日式老传统的半甲的这个纹身，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身上的纹身也是日式老传统所以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细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雕吧。整个头雕的话呢，在我印象当中一直看的那些日本的黑帮片这种，或者是游戏如龙这种里面的一些角色，非常的像符合我心目当中 Yakuza 的这种风格。包括整个的这一个直发，包括直胡的一些技术也是我头一次见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都是一些InArt或者是 HT 的一些直发它做的呢根根分明比较的细。然后我们这一次这一款的它直发怎么说，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一个老成年人，毛毛躁躁的一个头发就出来上班了，而且非常的细
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整个一种织发工艺啊，又带一些凌乱啊，而且看上去又有一点脏，特别是直弧的这个工艺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水准啊，毕竟是个人啊，应该是一个个人工作室，每个都是自己亲手去弄上去啊，所以量也不大。首先，他也得保证每一个产品啊都是他自己亲手打磨，非常精细。让我们看一下整个的面雕，包括眼神啊、细节刻画，包括面部的一些粗糙，然后额头上的一个伤痕，包括侧面、耳朵啊，来看一下头部背后，都是细节都是处理的挺到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半身的这一个前面2块，包括手臂的整个的纹身的一些细节。它这个上色涂装的话也是比较的细，在我印象当中，我接触的一些纹身老一辈的一些传统纹身呢，都是没有说是涂的非常非常精细的，本来就是比较线条大块。啊，包括手臂上这条龙，再往下，啊，整块都是做的非常符合，就是比较老的那些年代的一些风格。啊，手臂的这个合膜线会稍微明显一点点啊，按理来说应该涂上了这一身纹身涂装的时候，应该合膜线不会那么的明显。手臂一直到手腕都有刻画，背部它是没有的，但是它整个素体背部的这个肌肉线条啊也是有刻画的，做的还是挺明显的。包括可以看到上面脖子这个部分啊，也不是整个光板，也会有一些肌肤纹理的一些涂装。它还有2件衣服，一件短袖，还有一件外套啊，我们到时候再穿上。主要它这个产品啊，因为不是近期才上的，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脚踝现在呢会稍微比较松一点，所以我不用支架去站的话，它直接会倒。这一点我不知道刚出厂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松。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下半身的这些衣物。说明书上呢，跟之前官方小程序上官方的这些图文都有一些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它下半身的一些衣物涂装。整个的下方，做的都是很精细，一种亚麻布的一种质感，摸上去也挺不错的。然后这边有它的这个店名，口袋都是真实开的，可以去。再加上前面这一串龙纹的这个细节刻画也是做的非常不错。背部这个实际上，如果你的手比较巧的话，可以重新再自己打理一下，这些都可以自己去打理。看一下前方的这些小兜也都可以打开，包括腹部的这一个细节。看一下整个腹肌，虽然说它是没有任何的填充物啊，但是8块腹肌的这一个涂装啊，也是做的挺不错。包括这里还有一些胸毛的一些刻画，跟腹部的一些毛发的一些刻画，都也是做的挺不错的。然后手臂这里手串它也是一个真实材料啊，摸上去很舒服，而不是直接给你做了一个软胶上去，这一点也是可以的。啊，然后看一下脚面这双鞋啊，也不是一个整体的软胶，是真实的一个鞋子啊，可以去穿脱的一个夹脚托，一个木屐。它实际上很多的东西做的还是非常的细啊。然后看一下内衬的这个裤子啊，也是有些弹性啊，就是脚踝确实啊松了一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首先头啊，因为脖头
分离嘛，那就不用说了，360度都是没问题的。好，抬头，幅度稍差一点，你可以看一下，几乎是没有，抬不了头，对吧？低头，幅度还有，侧还不错，眼睛呢没有这个可动眼，这比较可惜啊。如果能稍微再调一下眼神，我觉得会更加的灵动一点。好，然后看一下手臂，这个素体啊非常紧，上半身没得说。但是把玩的时候呢，还是要当心这些纹身的涂装，千万不要去蹭掉啊，不然会很明显。手臂上抬，差不多只能到这样的一个幅度，不高。360度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没有压力。手肘部分关节很紧，能到一个90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你每次去活动手臂、手肘部分内部，它纹身也是有涂装的，而不是直接给你一个白板，做的都是非常细的。螃蟹手也是完全没有的。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啊，这边明显的两段式应该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它整个的这个素体啊是非常的大厚，所以可动应该不会特别的强。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幅度不大，往后啊幅度也很小，左右没有任何问题，侧腰也是没有问题的。它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包胶的素体，但是肉眼感官上会看上去舒服很多啊，因为它缝隙会比较小，但只是会丢失一些它的可动。如果它完全做的这里再纤细一点的话，可动会提高很多。但是你不穿衣服想对吧，在柜子里面录个纹身的一个造型，这样的话呢会稍微欠缺了一点。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样的感官会更好一点。可动的话实际上有一点就行了，对吧？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腿部可动，在我们没有脱掉它任何服装的情况下啊，侧踢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前踢差不多，再往上的话会有点回弹了，没办法了。屈膝我来看一下，屈膝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可动，而且实际上除了脚踝以外，上面所有的一些可动关节都是非常紧实的，没有任何问题。后踢也有一定的幅度，还是不错的。大腿也有旋转的一个空间。脚的话啊，可以看一下关节直接暴露的，所以大家也能看到前后左右幅度都还是比较小的。然后它脚型的这个刻画，可以看到它整个的青筋也是有刻画到。因为我印象当中潮玩的一些1:6可动人偶啊，就是方方正正的那一种感觉。手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有青筋的一个刻画，整体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可惜就是脚踝啊。好，我们把主体先放上去。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主角，小萝莉。它这一个虽然说素体做的比较小啊，但是细节也是非常到位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整个的表情它是一个微张嘴，而且它口腔内的一些细节刻画非常不错，就感觉你远看的时候，感觉它刚刚张开嘴巴，有口水在口腔内，这一点涂装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包括牙齿上面都是有一些的，对吧？在灯光下有点亮堂。整个直发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比较的跟西河差不多，都是毛毛躁躁的这种啊。平时日料店打工，对吧？整个脖子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这一块关节，这个实际上你去调节一下衣物的话，基本上看不见后面的一个绑绳就是它有一些的胶水会有一些明显溢出来不知道是因为时间久了，还是它本来出厂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整个的侧面也是啊，但是我看我翻了翻官方公众号的一些资料的话，它这个直发应该是挺好的，应该是时间问题啊，也是当中一个小围裙给它系上，然后工作服啊，衣服也可以去脱掉，里面是没有任何内衬的，一个比较白的一个小素体啊，跟整个的脸肤色有点不同啊，脸是比较黄的，身体是特别白啊，然后可动依然，对吧？这么小的关节，这可动更加好了吧？对吧？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摆一些更幅度大的一些造型，可以啊，跟抱在大主体身上啊，看一下胸腰可动，哎，也是挺不错的。头的话，当然360度没有任何压力，左右侧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很容易掉啊，这个关节。看一下这个东西还掉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一个关节支撑的话，它就很容易这样掉，还是需要哎，这个发箍也容易掉，后期打理一下就行了。再看一下腿部关节，前踢、弯曲、脚掌啊，这个洞洞鞋刻画也还是不错的。这里还有个小西瓜的一个涂装，后踢也有啊。这个小的素体就把玩性会更高一点，你随便怎么整都没什么问题。但是站立性的话呢，也是一般啊，也是脚踝稍微比较松一点点，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我还是觉得现在的个人工作室的一些手艺还是非常的精致的啊，就是价格确实挺高的。OK， 两个主体方面我们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它的配件啊，我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些精细的一些小东西，究竟感觉怎么样？我们来瞧一瞧。好了，现在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首先，它没有一个说明书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比较惊讶，还是说潮玩都没什么说明书，反正都是要自己去摸索的。穿戴也是啊，首先可以看到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的这一张拍立得的照片啊，然后两张啊像明信片一样的日和风格的。这张背景板也是可以放在柜子后面，然后背部有西谷大河的一个线稿啊，漫画风格的一张，也可以当背景板来用，做的也是画的非常的细，很厚啊。然后就是这一块一番料理的顶应该是啊蒙面的一个配件，但是它没有给到可以挂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去玩的啊，它没有任何地方，难道我想了半天就只有在这个背景板上啊，就给它搭一下，搭了在上面，只能这样了啊，有知道的兄弟可以跟我说一下，我是完全摸不着头脑啊，这一块啊也没有一个门框一个配件给架在这里，对吧？好，然后一个实木的桃木的一个砧板啊，摸上去很有质感，很厚啊。好，然后也是一个实木的一个料理台，木纹的啊，细节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一个座椅，好，然后再看一下它一些小配件。首先这一个项链啊，也是一个真实材料，上面是一个，这是一个龙头呢还是狮头啊？应该是一颗龙头，可以挂在咱们的主体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啊，可以直接挂上去，但是需要把头雕给拿掉，啊，给它挂上去。好，然后替换手型，可惜就这么一个，啊，去做这个处理鱼的一个手型，就这么一个，这比较可惜啊，手型怎么给的那么少？
好，然后一个兔娃娃啊，没有任何可动，但是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布料。好，然后这一条三文鱼啊，这条三文鱼细节刻画也是做的挺到位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剥了一个肚皮的一个小细节啊，里面有一些血迹，可以去做一些啊，拿着料理刀摆一些造型在正版上。整个是一个软胶件，但幅度不大，没什么可以动的地方。啊，然后还给到了一个徽章。好，一个替换的这个应该是鞋带，哦，也不是鞋带，这应该是绑在主体的腰上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圈，可以再去绑一层，直接在这里全部绑住，束腰，应该是可绑可不绑。然后两个夜光的小胶啊，本次的两个主体，当一个小摆件。好，然后就是一个口罩，百无禁忌。我们看看能不能很顺利的挂在主体的头上。我来看啊，因为都是有弹性的，所以应该问题不大。看一下效果，我们就慢慢给它拉下来。啊，还是不错的啊，戴上口罩的效果也是挺帅的。好，然后再看一下下面的配件。首先滑板一个，啊，也是有店家的一个 logo，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滑动啊。平时可以当指尖滑板来玩，啊，也可以当一些摆动作的一个配件，挺不错。好，然后一双可替换的鞋子，这双鞋子精细度啊，我觉得是非常高的，整个的布料摸上去的质感，包括鞋带的一些处理啊，这跟平时真实穿的没有任何区别啊，就是底是比较硬的，因为它是一个硬胶，估计我替换穿上主体应该挺难的，有点难度。好，然后料理刀我们来看一下，一共给到了4把，啊，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合金件。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这一把，包括一些细节刻画，刀柄的这个木纹做的挺不错的，就是开模这里也是比较尖锐的，把玩的时候要当心。好，第二把。啊，每把的涂装都是有些许不同，但是开模都一样，挺尖锐。好，来看下一把，这些都可以去挂载在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下方，啊，这个小围兜，啊，都可以把它的厨具给它塞进去，啊，没有任何问题。好，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呢？就是它的2件衣服了。首先是一件黑色的背心，真实材料，弹性挺足的，穿戴应该不麻烦。好，然后就是它的这件外套。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污渍，涂装都有。背后这应该我感觉是手工缝上去的吧，都是挺不错的。穿上去了以后啊，又是另外一个风格，对吧？但是这个穿的也是时间关系啊，对吧？大致套一套，反正最后做造型图的时候，我们会再把它重新套上去，啊，再展示一下。反正这一套。我觉得也是需要做一些打理，啊，不做打理的话呢，会看上去没有那么的精致。好，然后最后
地台一个，也是木纹的，一个拖档支架啊，下面雅库扎的一个标志啊，就这么多啊，可惜没有做一个框架的一个背景啊，起码可以把这个给捞上去啊，不然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你平时该怎么去展示，对吧？我们把2个都放上去，让它坐着吧。它的这个可动性是非常高的。好了，本次的我们这一款也是我首次把玩的雅库扎的定制级玩具啊，限量56个，我刚刚又确认了一下，限量56个，然后官方售价是4600多啊，这官价也不便宜。现在市场价好像要16000、18000了。这一款12寸的溪谷大河与杰伊的人偶，价格确实会让一些玩家望而却步啊。本来发售价就已经不便宜了，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质量啊，在我个人看来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是4680的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是我个人会买单的一款作品啊，但是现在16000多、18000的话就要看自己了啊。当然，我个人觉得玩这种定制级潮玩的玩家也不会差这些钱啊，基本上都会有这个东西了，对吧 ？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开箱把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很不错的一款作品，也让我体验了一款万元定制级的玩具，究竟感觉是怎么样的 ？OK，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